去买点水，去买点水。啊，你下班还没到家呀？这么辛苦，这么辛苦，你这个点才下班？哇去了，你赶紧回去好好休息吧。虽然你峰姐也没怎么睡就是了，但是我虽然没怎么睡，但是跟你这种熬夜工作没怎么睡不一样的，我是纯睡不着。呵呵，怎么说也是你比我更累，是不是？我是纯睡不着啊，谁懂啊？我现在很难入睡啊，真的。我感觉就是越来越难睡觉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你活得越久越难睡觉啊。谢谢灯牌，哎呀，谢谢宝宝灯牌，依旧是不知道你名字怎么念。哈哈。哦，我应该走那个门的，但是我对这个门比较熟。唉，但是这个门出去买吃的，好吧，也行，倒也没有那么不方便。买个啥呢？要是楼下有奶茶店就好了，楼下也没有啊。买个啥呢？喝个什么呢？这大早上，喝个外星人电解质水吧。早上奶茶估计没开吧？哦，你说的好有道理，你说的好有道理啊！谁家奶茶开那么早？疯了！对哦，但是不知道啊，万一有呢？反正晚上关的很晚的奶茶倒是有，只是早上开的早的应该确实可能，我不好说。现在奶茶店很卷，太卷了，现在奶茶店卷得很。也是非常的卷的，你不好说它有没有那么早的，说不定真有。哎呦，我看到这些吃的，我又不是特别想吃，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买一包，就万一无聊了可以吃，但是我又没有那么想吃，咋整？主要是我嘴巴里还在上火，家人们，我在上火啊！哪儿的超市开那么早？超市哪儿的超市开这么早？你啊，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非24小时店现在应该在备着货。买个什么呀？我想说买个薯片，但是我现在看着他们没有什么食欲。我
我什么时候说了我要参加活动？你们看我的简介什么时候写了我有行程吗？哪里来的活动给我参加？是个好多余算了，感觉不想吃这个味儿。我要是参加活动，我还能现在我这个点都不化妆，我是想数吗？我要是参加活动，我这个点都不滚起来化妆，那我还参加什么活动？买上待会儿吃，我是这么想的，但是主要我这把里还在上火，因为我想拔牙，但是我一直在上火，又不能拔牙，所以我在纠结到底买什么。算了，还是买包薯片吧。好多呀，这些怎么那么多？超值分享装太大了，没有小的吗？这里太大了。甩尿，吃吧。冰棍儿，早上不要吃那么冰的东西好吗？我买了冰水，但是我现在并不想吃冰棍儿。微信到站2人。好了，我要消失几秒钟付个钱，家人们等我一下，消失几秒钟付个钱。碰一下支付。冰棍儿败火，谁说冰棍儿败火的呀？没听说过，你不会是骗我吧？你别骗我！哎呀，好搞笑！刚刚那个娘娘问我要不要装一下，用袋子装一下，我耳朵幻听了，我以为他问我你赚不赚，我说我不赚，因为他上一句话在跟我说他说哇这么早就开始直播呀，我说对，然后他下一句话有点像，我就给听错了，我听成他问我赚不赚，他说装不装，我听成赚不赚，因为就话听着挺像的，然后声音又比较小，好搞笑。天津老花冰棍败火，脆冰，脆冰棍真的败火吗？我不太相信的，说实话我是不信的。老冰棍吧，你一说冰棍败火，我第一反应是吃老冰棍儿。老冰棍儿，老冰棍儿好吃。谢谢三卡卡字儿点亮粉丝团，绿色心情更败火。哦，哈哈，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罢了，因为就想着说我吃了绿豆的东西，一定可以降火吧。夏天就是要那种喝点什么绿豆汤，吃点什么绿豆制品哈。来一个，所以说给自己来一个绿色心情，只是安慰一下自己。欢迎 MP， 欢迎 MP， 欢迎原来如此，早上好，早上好。凤姐在哪儿？凤姐在新家。凤姐今天在监工，出去买了个水，买了个零食。欢迎小爱，欢迎小爱。
你厉害，你播一宿给我看，你加油。你让风姐给你播一宿，哈，多大魅力啊！抖音有多大魅力啊？让我给他播一宿。呀，呀，早上好，早上好呀。哦，我以为这是玻璃的呢，结果这个不是。好家伙，好家伙，简直是省钱小妙招啊！哎呀，对呀，监工呢？你怎么知道？对呀，监工呢？这都被你发现了，好聪明啊！目光呆滞风，一脸憔悴风，对的，对的。欢迎 LY， 人都是蒙着的，那很正常啊。让我那么早就精神抖擞着，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这个是新疆吗？对，我在新疆，现在在监工。哦，这个地方是坏了吧？是确定这不是坏了吗？不是，我的意思是它怎么是坏的？还是说它就这样啊？之后可能再过1-2期是最多2期视频吧，1期或2期，
估计到时候我的拍摄就是我的那个抖音拍视频的背景就不一样了，我就会换到新家拍了。估计到时候如果已经搬过来了的话，那我应该就会以新家为背景了，到时候拍出来的东西应该就蛮不一样的了吧。你毕竟家都变了嘛，对吧？你家都变了，你拍出来的感觉肯定不一样。而且我在我本来的那个家一直拍半身的，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它没有空间给我拍全身，没有好看的空间给我拍全身。哎呀，等我搬了家就有了，但是呢，我还是不能老拍全身，因为我现在固定的流量就是固定发的是半身，还是得慢慢发，偶尔可以给你们更新一条全的呀什么的。峰姐搬家了，最近要搬家，还没搬呢。我15号搬，所以这2天都不能怎么给你们直播，因为要叫你们要打包行李，很麻烦的。你们也知道搬家有多麻烦吧？大家应该都搬过家吧？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大家应该都搬过家吧？搬家有多麻烦，众所周知的。废话，谁不知道搬家公司啊？但是你叫了搬家公司，难道就不麻烦了吗？搬家公司我也是，我好讨厌搬家。搬家公司又不能上来给你收东西，我的东西肯定得自己收啊。我让他给我收啊，我不放心呢。他搬家公司他也就是帮我搬一下，他又不会收，还是得自己收啊，好累啊。而且你把它搬过来之后，你把它安置到一个新的家里面的那个过程也是非常痛苦的啊！讨厌搬家。Good morning， 谢谢 MP 的灯牌为你闪耀，谢谢 MP， 谢谢。Good morning 啊！好热，而且我还不能开空调，我真的好热。待会儿要是热的受不了了，我可能真的会开空调。我现在暂时还能忍，我待会儿忍不了了，我真的会开空调的。什么又播一夜？谁没事播一夜啊？你想播死谁？哎呀，好热呀，家人们！为啥不能开？因为在厂甲醛，所以你要通风，所以你不能就是自己开了空调，你肯定得关门吧，你就不能厂甲醛了呀。通风等于喝水，为什么通风等于喝水啊？什么意思啊？你们看我现在热衷于把我后面长的头发编成辫子，因为太热了，就这么小的2个辫子编在这儿，哈哈，这么小。然后除了我这2根辫子之外，其他的头发这样显得就像一个短发，但是还是好热啊！我想这样，我说真的，我想这样，太热了啊！我应该带个风扇出来的，带一个风扇出来，这样我就能吹风扇啦，我都不至于这么热，好吗？应该搞一个风扇。加号啊，风总是加号。哦，通风加喝水，有水，刚出去买了外星人电解质水。你是自来卷吗？我有一点点的自来卷，但是没有那么卷。这么卷的话，我还是得卷发棒卷一下的好吗？欢迎青铜龙，欢迎，给你们看我家的大零食好吗？给家人们介绍一下我家的这个超级大电视啊！你们要不然猜一下我的电视多大吧？走，欢迎加薪，嘴都起皮了。对，谢谢小牛和窝子灯牌，为你闪耀，谢谢青铜人灯牌。长发的你好看，但是长发的我没有流量，好看是一回事儿，没有流量又是一回事儿。好看的东西就是有时候。怎么说呢？
还是以流量为重吧，这样的。家人们，无奖竞猜。小峰你好，你好，无奖竞猜一下峰姐家的电视多少寸的？来，有没有人举手猜一下？来，不行，没发现有特点，对的。来，踹一踹，88寸，小了；70寸，小了。再猜65，这不越猜越小？你们在干嘛？你们在干嘛？越猜越小，干什么？欢迎莫塔里安，谢谢灯牌，128寸，谁家买那么大电视啊？200寸，倒也是没有那么大，这得多大的家才能看那么大的电视啊，朋友？谢谢莫塔里安灯牌，很久没有关心过电视尺寸了，我也不怎么关心，但是主要是一般家里面很少有人买那么大的电视，所以我真的每次提到家里的这个电视，我都会想笑。姐姐好，你好，早上好。100，对，100寸，100寸。现在还有多少人看电视？我主要看电视不是为了看电视，我是为了投屏看电视，或者是在电视上就是看电影啊什么的，或者在电视上看 B 站啊。所以说我买电视不是为了去翻台看电视，当然我也可以去翻台看电视了，我也可以了。但是我比平时一般最多的用途就是用来投屏之类的，更具有传播性、辨识度。是的。去做牛马了，拜拜，加油！哎呀，你走之前还给我送龙抬头啊，大好人呐、谢谢你，谢谢杨伟伟龙抬头，谢谢人气票，恭喜你升到20级了，恭喜你20级了，上了一个台阶，家人，去吧，加油，努力工作。美女瑜伽有多的资金没有查？这查有回事不？去看客厅的间距，确实，我是不想买那么大的，这下不住有的人想买那么大，你懂吗？你去睡觉了？不是，你是没睡哦？不对，你是下夜班还是没睡呀、你去睡觉了。我给你们看一眼我这个电视啊！我的个天呐，100寸，谁敢想？来看看100寸有多大！我操，太大了，受不了。我说实话，我其实不是特别想要100寸的电视，架不住有人想要。因为其实我是很怕看电视胀眼睛的那种人，就是我出去看电影的话，我都是绝对不会坐在前面的，我一定要往后了坐。哎呀，就是我真的很怕胀眼睛啊，睡不好再睡，好。这电视打游戏也很爽的，这电视如果你打 Switch， 你投屏打 Switch 很爽的，好吧？很爽的，你们看我在这个电视里面显现的影子有多小，哈！你们自己意会一下这个电视有多大吧。哎，但是对我来说稍微有点胀眼睛。涮鸟，嗨，受着呗。打游戏，对，这个打游戏很爽。你客厅的距离不够大，我是觉得不应该买100寸的。但是有人想买100寸，我有什么办法呢？我觉得我租的那个房子的电视是75寸，我觉得75寸是很 OK 的，真的。就是我还没有搬过来，就是我现在还在租的房子是里面电视买的是75寸的，那个75寸的就我觉得很 nice， 而且75寸我都已经觉得很大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买个80寸的就够了吧，结果整了个100寸的哦。哎呀，但是有可能我看着就习惯了吧，有可能哈，就是说算了，买了还能怎么样呢？买这玩意儿买了你也不能退呀。
应该买电视的时候去线下看一下，看了的呀，看了尺寸的呀。对，小米，哎，是小米的吗？哎，好像是吧？好像是，哈哈，好，反正好像是吧。我就不是，我们去线下看了尺寸的，看了的，怎么可能不看呢？关键是你在线下看尺寸，你没感觉呀。你线下的商场，你那个店，人家店里多大呀？我真的，我说实话，我去线下看100寸，我没觉得它很大，我真没觉得。搬到我家，我就觉得啊，好大，我觉得有点胀眼睛。这不找小峰，对，电视机买大不买小，真的吗？但是，哎，我习惯一下吧，真的有点胀，习惯一下就好了。也有可能是我从来没有看过100寸的电视，显得就是可能有点不习惯吧。100寸不大的电视越大越好，你们真的都是那么喜欢大电视吗？越大越好，我天！100寸还不大，你家一定很大吧？不然怎么放得下那么大的电视？你家太小了，你就不能放太大的电视啊。这么早是的，欢迎 KILIAENC， 欢迎琉璃，欢迎白白，儿货你儿货啥子儿货？旭灯牌快点！欢迎白白，旭灯牌了，愣个早对头，我在新家监工，我在监工啊，白总，没位置放，再大也没用。有道理，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谢谢琉璃点粉酸。峰哥大清早直播找我那个监工啊，你刚睡醒啊？哇，好羡慕你呀！我6点半就起床啦，好羡慕你呀！我6点半就起床啦。你家的就是100寸的，不大，在房墙上显小，那是因为你家大呀，朋友，你的空间大呀，你空间小了，你摆个100寸的，你也没法看啊。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家大呢？是的，装修很好，心里谢谢白白点亮粉丝团。年轻人要啥电视机？要的，仪式感，懂懂？万一你哪天在家突然很想看电视机呢？我家里不仅有电视机，还有投影仪，都有的。就是说用不用是一回事，得有。知道吧？用不用是一回事，你得有。直接投影，有的兄弟有的，投影仪有的，投影仪在卧室呢，卧室有投影仪。欢迎美惠老师，欢迎三哥。哎呦，你又春月无章回来了，牛啊，牛啥牛啊？你要是肯贷款，你也能这样，好吧？谢谢美惠老师的灯牌哈。主打，但是如果说实话，我们家电视可能最大的作用就是拿来投屏看电影或者看 B 站刷 UP 主的视频，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拿来玩游戏了。我说真的，玩 Switch， 这100寸屏幕玩 Switch 很爽的好吧，爽死了。谢谢三哥的灯牌，就是因为我是比较喜欢热闹的人，我们都挺喜欢热闹的，就是家里来朋友了，能一起在这么大的电视上玩Switch 比赛就很好玩，很有气氛。然后还可以一群朋友在100寸电视下面看电影。谢谢三个灯牌。电视我可以不用，但我不可以没有。是的，说得好，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我真的说实话，我如果没有的话，我哪天真想看了之后家里没有，我会 emo 的。一起跳舞500多首歌，哈哈。我客厅那个电视都没咋开过，没事儿，可能你真不咋爱看吧。其实我挺爱看电视的，我其实真的蛮爱看电视的。我说真的，虽然说我不会主动去开电视看哈，但是你如果行动了这一步，你真的把电视打开了，你会上瘾啊！我就是这种人，我不看就不看，我一旦打开电视看了，我就会上瘾。欢迎小圆，房间有投影，我房间也有投影啊！
但是投影跟电视始终给人的观感不一样啊。而且你换一个环境看电视也不一样啊，在一个地方看多了会腻的。你就是要哪天想起来了想看电视，你就去外面看电视；哪天想起来看投影，你就去卧室看投影。你就是要这样换来换去的，知道吗？这样子比较有趣。谢谢三哥的加油呀！我觉得我的嘴越来越歪，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这边的智齿没拔。不是说智齿只拔了一边脸会歪吗？可能就是因为我脸歪了，带着我的嘴越来越歪吧。本来我说我以前嘴可能没那么歪的。今天早上直播，对呀，怎么比刚才肿了？不知道呀。想亲，来送我一个亲吻啊！送我一个亲吻，马上就能亲。我不知道为什么比刚才肿啊。来给我们白总还在不在？哦，白总在啊。来，白总给你看一下100寸电视，给你看一眼。来，白总，来欣赏一下。来，白总，欣赏一下100寸电视。大的没边儿了，我真的。什么吃油条吃的，哈哈哈！欢迎小猪喵，早上好。会不会那边智齿肿了啊？肿了会痛的呀，智齿肿了会痛，我不痛应该没肿吧？你这多少钱哦？挺贵的这个电视，我有点忘了，我有点忘了是7、8千还是1万了，我忘了。我说实话，我这个人不怎么记钱的，我真忘了，我真的忘了，我真的忘了，我不知道，我就是问啥不知道那种，就是我这是什么？小猪喵，旭灯牌，小猪喵，水灯牌，打3角折得爽死我！这个打游戏巨爽，好吗？巨爽。你那个70寸也不小了，70寸也不小了。哦，新家嘛，对，新家。是的，我现在在新家换悠悠，打游戏很爽，对，就是打游戏爽啊！打游戏还有就是叫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用这个电视爽啊，不然谁要买那么大呀？谁要买100寸啊？卡了，我靠，卡了吗？是你卡了还是我卡了？我没卡。刚睡醒，睡啥灯牌？你灯牌灰了，你就得睡。谢谢小芬的灯牌。搬过去了吗？还没有。15号搬。这么近就是很费眼睛。习惯吧，没啥办法了。因为其实我本人并没有很想买100寸。谢谢小猪喵的灯牌，谢谢沈哥的灯牌，谢谢沈哥。对啊，后天啊，这不是还没搬吗？这后天才搬吗？那现在也是没搬啊，我只是在监工。什么？你那个电视多少？100寸啊，我这个电视100寸啊，100寸，多少钱我忘了，反正你都已经100寸了。他肯定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峰姐来过佳木斯出活动吗？没来过，那是哪里啊？我那个电视我都没花钱，炫耀起来了，朋友，有什么好炫耀的？肯定要找人，我们自己打包呗，就自己打包啊，然后找货拉拉搬过去呗，还能咋地呢？找个搬家公司搬一下，就是反正打包肯定得自己打包，然后找点人帮个忙吧，哎。你店是上一家住户的啊？真的假的哟？上一家住户真的假的哟？是的哦，慢慢收，不要怕，收不完就慢慢收。
因为我们租的房子是续到了月底的，就是说我们15号虽然是在搬家，但是我们的房子是租到月底的，就其实也还好了，就是大部分东西搬过去就行了，其他的可以慢慢来。这半边半漫展看评论说要到了峰姐的签名，哪里啊？哪里说要到了我的签名？谁啊？不是，等会儿哪个城市什么漫展？什么要到了我的签名？啊？是不是他来过别的漫展找过我，然后要到过签名啊？或者说是，也有可能是他在别的地方看到我要的吧？也有可能是我线上卖周边他买到的吧？不然呢？好，我这套是二手房啊，哈哈。好，我这个我也忘记是什么了，是毛坯房吧？我这个不是那种二手，我是毛坯房自己装的。对，那雨量还行，慢慢搬。对，反正大部分的搬过去，基本上还是得搬完。只不过是说，你要是真有一些小东西来不及也没关系，反正房子租到了月底，又能怎？那可能是同名，不是一个人。哦，哪个城市的呀？啥风格装的？就是那种很简洁的风格呀。我们装的就是很简洁的风格，就是简洁大气，永不过时的风格，就是没有装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啊。谢谢琪琪的灯牌，大概看一下吧。谢谢，欢迎灰暗，就是很简单的风格，就是你看嘛，就是这种简简单单的，没有搞什么复杂的东西，就是简简单单的，对，就是简简单单的。在做清洁啊，主要是我们约的时间对不上，没空，只有这么早有空，就只能这么早了。400度啊，眼镜差不多400度啊，375。我一般买美瞳我都买375，虽然我两边的度数不一样哈，但是我嫌麻烦，我一口气就是把我的两边直接买一样的度数，我不管。说实话，我现在应该不止375了。肯定是情人开荒噻，自己做好累哦。好累哦。一般都是情人开荒吧。我这么懒的人，指望我开荒？指望我开荒，不如赌一下你能不能开出彩票。我觉得你们开出彩票的几率会比我自己开荒的几率要大。对。所以我就开了个播，因为我坐在客厅非常的无聊，因为我将在客厅坐上个欢迎星辰无影，因为我将在客厅坐上个3个小时，坐上3个小时的样子吧。这3个小时，我就说给大家直个播算了。但是我要是实在是播到后面好累的话，我应该会选择在沙发上睡觉。如果我在沙发上睡觉晚安了的话，可能我就不会播了。当然我也可以给你们直播睡觉。对，我编了有个小辫子。是的，我把我后面长一点头发编起来了。对，第一次守着后面就验收就行了。
对，反正就是你得有个人在这儿坐着嘛，对吧？你弟总不能家里没人儿，也不太安全。虽然家里也没什么可偷的吧，但是万一呢？哎呀，做清洁超累的哦！对，家里买了那个，那个扫地机器人，以后让他没事在家扫一扫、走一走，会稍微好一点。以后住进去，让扫地机器人没事走两步儿，对，让他没事走两步儿。峰姐中大奖换辆，我中大奖我也不会用来换这个的。我要是中大奖了，我肯定第一件事情是还房贷啊，对吧？完了之后，剩下的钱留一点点在身上，剩下的钱存到银行吃利息啊，那不是很爽吗？3小时好漫长，只有3小时嘛，因为我们家装的比较简单，其实做起清洁来，我感觉反正说是3个小时啊，咱也不知道啊。哎呀，看吧，看3个小时之后啥情况再说吧。谢谢溜溜宝贝，谢谢宝贝的灯牌，欢迎溜溜宝贝。洗地机还是有用的。给你们讲个好笑的吧，我们新家的甲醛虽然说有那么一丢丢的超标哈，但是我租的房子的甲醛比我新家的甲醛还要重。哈哈哈，所以说甲醛这个东西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了，毕竟我租的房子更重，我都在我租的房子里住了几年了，我根本不怕新房，我根本不怕新房甲醛，家人们。因为其实生活处处充满了甲醛，尤其是像我们这种2次元，什么尤其是我们买的那种娃娃，还有盲盒、假发、发胶、cos 服那些东西，散发出来的甲醛啊，很牛逼的。好早呀，是的。现在银行的利息太少了，不合适。可是银行最安全啊。至少你不会被骗钱，或者说是你投资失败怎么样，你放在银行它也不会倒闭吧。小布都有房贷了，有啊，当然有啊。听说掉了1万粉，对啊，掉了1万粉啊，对啊。峰姐好厉害，一个人自己买房了。什么一个人自己买房？我是一个人能买得起房的人吗？高看我了，MP，我哪有钱呀？高看我了。一般来说都是家里面的人会帮你出一下首付之类的，完了之后那个首付剩下的钱不就你自己贷款吗？不像买金子，直接买金子，买金子坐等升值是吧？我那个好像是190吧，给你首付了170，你1个月还900。什么玩意儿？首付190，首付170，那不能叫首付了吧？首付哪有那么贵？首付怎么可能190付到了170啊？他估计是除了首付以外的钱都还给你多付了点吧？你这不能叫纯首付了吧，朋友？什么？我还以为小布要加人了。小布加不加人又怎样呢？我加了人又怎样？我不加人又怎样？我一直都不认为我的账号是一个靠单身人设去吸引人的人，所以说我一直都对于恋爱或者说是结婚这种东西比较无所谓。我觉得我结了就结了，不结就没结就没结，结了就结了，无所谓，不影响我，也不影响你们看我，因为我本身就不是靠这个东西来吸引你们关注我的呀。
对呀，大部分人买房不都这样吗？对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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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都这样吗？你也是，都这样啊，基本上都这样啊。你要是能自己把首付付了，那是挺厉害的。但是很显然我不是这种人。但是说实话哈，如果不是父母非要想有的话，我也不会买。我对房子这种东西，就是我其实对物质的需求不是很高。我觉得有没有房无所谓，有没有这儿有没有那儿有没有啥的我都无所谓，因为我可以租房租一辈子，我真无所谓，完全不影响我冲着峰姐来的，其他无关紧要。这个想法很好啊，因为我也是这种想法。如果你们是冲着就是那种冲着什么，冲着你是不是单身结没结婚来的，然后要因为这个博主谈恋爱了或者结婚了啊，你就要骂他，你就要诋毁他，或者你要取关他，你得非得说他两句，这种人的话，我觉得趁早取关我啊，咱就是说。咱就是说，在互联网上看一个自己喜欢的博主，还干涉人家的生活的话，那是有点过分了。至于很多人不都这样吗？网上很多人这样啊。能首付绝不首付放在银行多好。反正我是不怎么喜欢买房什么的。哎，哪是没有啊？有的人他也不是产生生咱并不是哈。有的人他就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也不是产力生子吧，就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一类人，但是他们就那样。上次还有人在直播间让我开一个情侣账号呢，我说真的。上次不是有人来我直播间跟我说喊我开一个情侣账号吗？喊我拍那种情侣像内容。其实我一直有想过要不要拍的，因为我很爱看，其一我很爱看，而且其二非常有意思啊。我每次刷到那种情侣博主的账号，或者是那种婚后博主的账号，我看他们拍的东西，我看的可起劲儿了。对抗路情侣，对抗路夫妻。哎，租的房不也是自己的窝吗？我觉得只要是住人的地方就是我的窝，在哪都一样。买的还是租的都一样，最多就是看到小偶像结婚隐退伤心点罢了，不至于寻死觅活的太多啦，寻死觅活的大有人在。而且会有那种更严重的是更严重的真的有那种要来就是诋毁你报复你，想杀你都是有可能的，你知道吗？干活了，好，拜拜，小顾回见，拜拜，哥啊，拜拜。啥时双方关系稳定了再公开消息吧。你是不是怕变成那种，就是网上不是有那种情侣账号吗？就是你，甚至是那种结婚了的账号都有啊。就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他们那个账号就是粉丝量也很高，大家都爱看，大家都很喜欢，两个人都很喜欢，然后突然有一天他们分了，然后突然有一天离婚了或者干嘛的，就是天塌了，就是他们俩塌没塌不知道，看他们账号的人天塌了。天塌了。
天塌了，再也不相信爱情了。想杀不至于吧？至于有的真的会有的那种极端粉丝真的会的，但是我觉得我的粉丝应该不会啊，因为我没有刻意去营造这种人设，所以不会。我没有刻意营造，我也没有刻意隐瞒，我也没有跟我就是没有我没有给自己建立什么单身人设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我的问题应该不大，我这边的问题，我这边的粉丝问题应该不大。哎呀，正儿八经追地友的、追小偶像的都这样啊，很多都这样吧，也没有说我没有说他们都想杀的意思啊，但是很多都是真的会，甚至会把你挂到网上，就是会直接骂人的那种，就是会的。所以说我从来不在外面说我是小偶像啊，我从来不会在外面说我是小偶像的，而且我从来不允许别人叫我小偶像，而且我本来也不是小偶像。我说真的，我小偶像在我心里面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我觉得不是什么人都能叫偶像的，你知道吗？偶像不是什么人都能叫偶像的。所以说，如果我碰到那种有什么活动宣传说我是偶像的，我都怕到现场过去被人骂，你知道吗？我就是真的，我真的宣传我什么都好，不要说我是偶像，谢谢。林子大了，啥人都有，小心点吧。小心点总是好的，这种的太过分了。大有人在，大有人在。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就是有一些稍微有点这个认识的人，就是大家也不是说名气大一点吧，就是感觉大家都认识他的那种哈。然后呢，自己本身也是有结了婚的，或者说是对，然后真的就是会被粉丝追着骂呀，然后还有粉丝跑到他面前贴脸开大。我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是偶像。我身边有朋友就是啊，因为他们是专门做地偶的，就是做地偶的话就很看重这个。虽然我觉得还好吧，但是地偶他们太看重这个了，就是说，就是会被挂出去骂的那种。我有的朋友都被挂过好几回了。欢迎我勒个去！没看过地偶你就别看吧，你也少看吧，好吧？少看吧。我也就是地偶，我说实话，你如果混不惯这个圈子的话，我劝你不要混啊，还是挺混乱的。但是呢，小偶像还是挺可爱的吧。你要是不混这个圈子，你就是单纯的去看看他们，倒也还行。但是你不要跟他们，就是你不要混得太那个，就是因为他们的纠葛实在是让人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认识的做地偶的朋友很多，他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不想说，我真的说就是脑壳痛。什么东西？你打的那个字儿读什么呀？静什么东西？那次看地偶还是三通老师看的。三通老师是看地偶看的多一点，但是你只是单纯去看一看、拍拍照，支持自己喜欢的小偶像，其实问题也不大了。就是反正就是那个，就是不要太被有一些粉丝影响就行。
Dio 的粉丝就是比较疯狂的呀，对啊，而且 Dio 的粉丝，说实话哈，你要是去混，你多混一下，你就能发现跟我们这种就是当嘉宾的这种，就是会很不一样，交流起来会很不一样，交流起来会很不一样，对。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就是说没有办法做到像峰姐，别的嘉宾可能跟我这边也不一样，就是你们知道有峰姐的线下活动，粉丝见面之类的都比较愉快，跟我也玩的也挺开心嘛，大家都比较随意，比较放松哈。但是这种状态在Dio应该很难看到吧？谢谢91的灯牌。什么？你当初快结婚了，有胆大女孩对你表达，出于善意劝退男，就是你没公布，但是有女生看上你了，但是你又不能说，你要婉拒他说，没有喜欢的，那次就让三通老师带着看橘子，现场好疯狂，给你弄得要射死了。他们很嗨的，其实我还蛮，其实那种打 call 的氛围我很喜欢，因为说实话，对于我们来说，你别看你觉得社死哈，但是对于台上的人来说，就是这个东西在支撑他们。就是我们最讨厌的、最怕的就是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台下鸦雀无声，大家都不说话，搁那儿盯着看。我说实话，这是我们表演的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这是真的，我们都很愿意，就是说表演的时候，线下的人又疯又叫的，呜，然后又打 call 的那种，或者在下面就吼一些话之类的，其实我们很喜欢。但是相反的，就是大家安安静静的在下面看我们的表演，我们可能我们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自己表现的不好，导致下面怎么感觉你们看起来都不开心一样，知道吗？所以说，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嗨，就是下面的朋友可以一起嗨起来那样子，可以给我们打 call 什么的。欢迎小青，欢迎小青，谢谢小青的小星星。就是Dio的话，很多哎呀，差点吐出来。很多粉丝真的会把小邮箱就是看作自己的，我说白了就是直接当做自己的女朋友去看的，当做自己的女朋友和老婆去看的，我就这么说白了吧，就是。什么？你去参加了一个比赛，有内鬼？有内鬼那不是太正常了，太正常了。哎，现在的比赛有几个没有内鬼的？你们啥比赛呀？你是什么比赛啊？我都在旁边静静的看着。就是有一两个或者有少部分人静静的看着，倒是还好。就是说，如果大家都不讲话的话，就是台上的人、表演的人真的会有怀疑人生的。我就曾经多次怀疑人生，因为台下感觉没有人就大家就把你看着，就没有然后了。我真的怀疑人生，就是甚至是会 emo，就是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我哪里没做好，导致你们在台下是这样子的。因为在我们在台上看来，真的会觉得你们是不是不开心，看得不开心啊？真的会觉得是不是不开心？是不是我们的节目很烂这样子？风，你的头发有个性，
学学西域个儿是什么？好不容易去参加了个天府国际动漫城的比赛，是走秀还是跳舞还是啥呀？小漫展比赛，哎，漫展比赛我感觉都不好说哈，我不好说。西域 girl 我不知道西域 girl 是什么，他们两个的人的舞蹈很炸的，我有点没反应过来你说的西域 girl 是什么，我没反应过来，我没反应过来是什么。谢谢小青的人气票。我现在脑子，我这早起的太早了，我6点半就起床了，脑子是浆糊，有点一时间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舞。疲惫，对呀，疲惫。疲惫写在脸上，疲惫写在脸上，疲惫写在脸上。我也没睡好，我只睡了1个小时多，真就睡了差不多1个小时多点吧。我本来是能睡5个小时的，能睡5个小时多，然后慢慢的睡不着，变成4个小时多、3个小时多、2个小时多，最后变成1个小时多。我倒不是有点动静就醒，我是不容易醒的人，我一旦睡着了，一般是吵不醒我的，主要是我就是怎么睡着呢？这很关键啊！但是如果我睡着了呢，我就能一直睡，除非没办法的话，反正一般是吵不醒我的。但是我睡不着呀。这样下去不行。1.7米的傻逼，带到漫展去耍啊！你这个都可以抱着睡觉了哦，1米长的，不是1.7米，我以为你买了1.7米，看错了。我1.7米，哇，太牛逼啦！今天怎么这么早？我在监工，所以早。早起就是各方面都不好使啊。早起我有什么好使的？我没有什么地方是好使的。好早啊！是啊。就是我在成华区和三通老师从7点多一直待到2点多。好像就是奥斯老师想让我帮忙那天。对，我们本来是想让你来帮忙，但是我们那个太累了，就没让你来。本来当时是挺想叫你来的，因为想着就算你不帮忙，只是过来看看讲讲话，反正你来都来了，能见一面也是好的。但是想想算了吧，因为我们那个确实很辛苦，就没让你来帮忙。因为我们那天拍到凌晨4点多，4点半还是多少，完了又去吃夜宵，等于然后才回家睡，就已经是一个通宵的状态了。总不能拉着你通宵吧？
多不好啊，多不好啊，是吧？拉着你通宵。6点睡了，你是这个，你是这个，你是这个，你也是特种兵啊你！欢迎 CASTIE 哦，你也是特种兵啊！太麻烦你了，这有什么荣不荣幸的呀？帮忙有什么荣不荣幸的呀？那不纯折磨人吗？那不，那不是纯折磨你，太折磨人了，好热呀，要死了。好热呀！我真的活人未死啊，姐妹，我真的，我活人未死啊，我真的快死了，我真的要死了，在哪里？我在监工啊，我在监工，姐妹，我在监工。什么？你折磨敖老师？你怎么折磨敖老师？没开空调，开不了，要长甲醛啊！你开什么空调？哎呀！怎么了？我看一看。哦。我在新家呀，敖老师不在啊，我在新家。不然呢？我在哪儿？我在哪儿监工？甲醛还没散完？没呀，没有散完啊，没有完全散完呢。但是那又怎样呢？没事，没事。哎呀，大丈夫。我跟你讲，甲醛这个东西你说不清的。我租的房子的甲醛比我新家甲醛还重呢。我15号搬家，不是明天，明天不是14吗？哦，对，明天啊，对，明天15号，对，明天，哈哈哈。还好吧？有没有就是这样的，三哥，我本身住了几年的房子的甲醛比新家甲醛还重呢，你怕这个？我说实话，甲醛这个东西不要看得那么重。我说实话啊，大家里面的甲醛都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你买的很多的东西它都是自带甲醛的。我们测了甲醛的，我租了几年的房子的甲醛比新家甲醛还重呢，我能说什么呢？我能说什么呢？对，甲醛一直都会有的。没有完全到安全值下，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租的房子都是超标了的呀。虽然说没有超，我也不知道超的算不算多吧。
主要是新家的甲醛都有一点超标。我租了几年的房子，比新家甲醛还重，那不是更是超标吗？你没有办法避免这个东西的。你如果所有的都在安全之下才能住人的话，你这个房子我感觉住不进去啊，因为你买的东西都会释放新的甲醛，你不能永永远远不住进去吧。你从外面带回来的东西都是会释放甲醛的，并不是说只有你的新家本身会有甲醛。对，起来早，对对对。买几盆绿植净化甲醛。好的，我一定。我现在计划的非常的美好，但我不知道我会不会那么去实施我的行动哈。但是我在想，我要是搬过来之后，我真的是非常希望我能多做饭的，这样比较省钱。因为我现在花在吃方面的钱实在是太高了。我说实话，我感觉你们吃饭都没有我花的多。我不好说，我真的觉得我吃这方面花的钱不低，真不低。然后，所以我非常的想说，我搬家能不能多自己做饭呢？因为还买了洗碗机的。眼镜框都挺大的，有时间做吗？有啊，有时间做啊。我不做，主要是因为比较懒。主要也是累吧，你懒了累了你就不想做啊。但是你要真逼着自己做，你也是能挤出时间做的嘛。我一个月吃饭1000块，我要向你学习，朋友，我要向你学习好吗？如果我一个月吃饭能1000块解决，我真的，我感天动地，我谢天谢地了，我就。真好，自己做饭真好。洗碗机慢慢就变成碗柜了，经验之谈。好好好。峰姐会做饭呀，会一些简单的。我是这么想的啊，不知道好不好实行。但是我的想法是，搬了家之后，如果我就是说想改过自新、改头换面、重新做人的话，就是晚上尽量的看能不能早睡，然后早上起来去给你们直播买菜。对，早上起来直播买菜，买完菜之后回家给你们直播做饭，做完饭就顺便直播吃饭，是不是听起来很不错？但是我觉得我很难做到。但是我觉得我很难做到。峰峰的颜值美的我脑壳痛啊！你这是想是我画质太低了，低的你脑壳痛吗？你就自己吃吗？有时候是自己吃，有时候是和别人吃啊。我是会做饭，不会做菜啊。就是你会蒸饭，你不会做菜啊！听得我一头雾水啊！一个月买菜钱基本在1000出头点儿。我不知道一个月买菜做饭的话要花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吃饭花的钱真的有点高的吓人了，真的有点高的像别人一个月工资一样那么高。我不好说，我真的不好说。我感觉我赚点钱全吃到胃里去了。别人是赚钱存钱养家，我是赚点钱全炫肚子里去了，一点儿都没有亏待自己的肚子啊。自己一个人的话，做饭这个东西很难，因为一做就多了就吃2顿呀。而且我又不是老做给我一个人吃，我有时候也要做别人的嘛。
峰峰太好看了，谢谢哦，谢谢川小北的灯牌，谢谢灯牌，欢迎鹿仔吃鱼。无肉不欢，3口的话1天30左右。我不一定要吃肉的，我说真的，我是一个没有肉也能吃饭的人，就是出去都可能会点肉之类的，但是你让我自己做饭的话，没有肉我也能吃的。你像我在自己家里的时候，我跟我妈吃就很简单，我妈每次跟我2个人的时候，我们经常就炒一盘青菜，一餐就过了，懂吗？就是炒一盘有盐味儿的素菜，炒一个青菜，炒点藤藤菜呀，炒点小白菜，炒点啥子，反正就是炒点那种绿色蔬菜嘛，你炒一盘就只需要一盘绿色蔬菜，我就可以吃一顿的。你去给峰峰做饭，做烧白和猪脚。胖不？你这也脂肪，你这也太胖了吧？虽然说我没有那么喜欢吃烧白呀，我比较喜欢吃。哎，不对，你说的烧白是，哦，你说的烧白是梅菜扣肉吗？梅菜扣肉我爱吃，猪脚我也还行吧。最近喜欢上了南娘，哇哦！你喜欢哪个南娘啊？天哪！根据看你买什么菜，菜有钱花多少。我不知道啊，我做饭就是怎么简单怎么糊弄怎么来，能糊弄一顿是一顿的那种。我说真的，一个人1个月只要不吃东北虎，2000块钱。烧白是五花肉，我就问你是不是梅菜扣肉，你回答我是或不是就行了。感觉他们香软软的，小南娘挺可爱的呀。这哪儿变态了？人之常情好吗？喜欢小南娘，人之常情，人之常情，好吧。哎呦，我说，哎呦，不行了，我得给我的手机充个电了。哎，不对。欢迎评书，欢迎评书，我得换到那边去直播，因为这样我可以一边充电一边直播。欢迎评书，上午好。牙去整牙，你给我钱整嘛，真的是。我这个人对于别人让我去干什么的态度就是，你让我干我就干，除非你把钱拿来。真的，我的人生态度是一定要，如果就是一定你非要在他身上建议点什么要花钱的东西的话，那我只能说有本事你把钱拿来。把钱给我，我帮你实现，谢谢。谢谢万里无云点亮粉丝团。你是起来了还是没睡？睡了1个多小时算睡吗？我都播了很久了，评书。我6点半就起床了，评书。6点半就起床了，加点梅菜就是梅菜扣肉。回家睡觉了，你睡吧睡吧。对啊，我就是做饭能糊弄就糊弄的那种啊，就是能吃就行了。哎呀，要求不要那么高。为啥睡这么会儿？因为要早起呀，而且我睡不着。就是我睡不着啊，评书，这有什么办法呢？我是那种睡着了不容易被吵醒的人，我不容易被吵醒，但是我也不容易，但是我也不是不容易睡着吧。总之就是最近确实是不怎么容易睡着。
欢迎黑乌鸦，欢迎欢迎，这么早？是的呢，怎么着？欢迎美丽老师，谢谢灯牌。该起来买菜去了，去吧，去买菜吧。中午吃啥？给点建议。西红柿炒鸡蛋、炒土豆丝，便宜又好吃。真的，想要便宜吃饭吗？你只需要炒一盘土豆丝，再来一个番茄炒鸡蛋。哦不，你只需要一个番茄炒鸡蛋就可以吃饭了。欢迎宝龙，我就是这样的。你让我做饭，我做饭一般都是一个菜，一个菜我就吃饭了。2个菜、3个菜的话，那可能我心情真的很好了，不然我一般都是一个菜就吃饭了。欢迎黑胖子，比较喜欢色香味俱全，那你还挺有生活的。我也喜欢啊，喜欢是一回事儿，难道我不喜欢吗？色香味俱全谁不喜欢？我也喜欢啊，但是你让我做，我也是能做的，但是我不可能天天这么做啊，把我累死得了。可能你比较喜欢做饭，这不科学，哈哈哈。是啊，我一般也不会这么早，我就是很好养活啊，只要不是什么特别难吃的东西和我特别不喜欢吃的东西，随随便便的一餐就糊弄过去了。抽象一下，我现在没有力气给你抽象。风扇缺助理吗？我会做饭、剪视频、开车打杂。我没有钱雇你，谢谢。没有钱雇你哈。哎呀，雇不起哈，雇不起。我说实话，我一般做饭做的最多的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和炒土豆丝。这真的是我做饭做的最多的菜了。其次的话，可能是蛋炒饭，或者是那个可乐鸡翅，然后那个蚝油生菜，对我也做的比较多吧。如果我就是实在是想要复杂一点的话，我一般都不会很复杂。但是如果我真的想要复杂一点的话，我可能会做个什么肉末茄子，或者炒个肉末啥的吧。凤姐咋了？这么早不？哦，没咋，我在监工，没咋，活着呢。凤姐的要求不高，活着就行啊。哎呀，虽然活着也很累，要花1个小时去弄。哎呀，我做饭花时间太久了。你别看我做饭那么简单，但是我每次做饭我都要做很久很久的，可不是1个小时我就能做完的。身为北方人，没有什么是一碗打卤面解决不了的。那我是南方人啊，我不可能天天吃面啊。天天吃面我会吃吐的，想尝尝凤姐的手艺。好，那有点难哦。以前我做西红柿炒鸡蛋是咸口的啊，西红柿炒鸡蛋不是本来就是甜口的吗？啊，西红柿炒鸡蛋本来就是酸甜口的呀。也有那种盐放的会多一点的，但是我不喜欢吃纯咸的东西哈。要是谁给我做番茄炒鸡蛋做个咸的，我真的会杀了他。辣口？没有辣口吧？我不知道，还有辣的番茄鸡蛋吗？我不知道。我出活动的话，我还是素颜，我的对吗？我素颜给你出活动啊。我一般只吃甜口的西红柿炒鸡蛋，但是你不能太甜，你不能纯甜
纯甜我是不吃的，你就是得酸甜，就是那种果酸，没喊你加醋哈，就是那个西红柿本身的散发出来的酸味，加上一点点的甜，然后你还是要加盐的啊，你不能不加盐，然后再加一点咸混在一起，还是蛮香的。我经常在家做就是如果我要做饭的话，我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西红柿鸡蛋盖饭，就是我会直接买好多的番茄，好多的鸡蛋，然后就开始做，然后就炒，完了之后蒸一个饭就很简单，然后饭好了之后把西红柿鸡蛋全部浇到那个饭上 ，OK 我就可以吃饭了。西红柿鸡蛋盖饭，便宜又好吃。啊，鸡蛋片、鸡蛋丝的区别没听说过。什么人肉绿萝？对，人肉绿萝咋啦？小西红柿加鹌鹑蛋，听起来有点像黑暗料理啊。听着还好，我很好养活的朋友。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好养活的人。我可以天天蛋炒饭。我一般我自己做饭真的就是只做一个菜我就下饭了，多一个菜我都不愿意啊，好累啊。我估计现在我都退步了吧，我太久没做饭了。我估计到时候重新开始做饭，我可能要纠结一下饭怎么做。量大吃到饱，天天蛋炒饭吃不腻吗？会呀，会腻啊。现在凤姐还是有经济条件改善自己的伙食的。我就算做饭，我也不会天天蛋炒饭。但是我初中的时候没办法改善我的伙食啊。我初中的时候在学校吃饭都是吃最便宜的5块钱蛋炒饭，天天如此。没办法，因为就是为了生活。我初中的时候学校最便宜的就是5块钱的蛋炒饭，然后我就天天在学校吃蛋炒饭。然后给自己吃的满脸都是痘，因为你吃那种东西吃多了就是不太健康啊，就是会长痘。然后那个阿姨都认识我了，因为我天天都只吃那个蛋炒饭，而且我量又大，就是我初中的时候饭量又很大。然后那个打饭的阿姨都认识我了，每次一看到我来打饭，他们都会给我打很多。就是我刷着5块钱的饭，别人的饭可能都没有我的饭多，因为他们天天都看我，就是跟我混熟了。然后每次我去打的时候，他们就会给我多打一点。隔空给凤姐买菜买肉啊！不要啊，不要啊！我老婆跟你搞对象，就是馋你做的各种肉，挺好。有人愿意在家做饭，那我真得夸夸你了。你是好人啊，老熟人了。是的，一定要给你多打点。谢谢米小圈灯牌。一脸疲惫的凤姐依旧好看，谢谢。每次都要约糖醋小排，糖醋排骨好吃，好吃。就是我不太会做，我做出来是一坨屎。谢谢米小圈小星星大啤酒，我做出来就是一坨屎，知道吗？对，素颜直播，我起那么早，我6点半起来，我不素颜直播，你指望我给你化妆？
哎呀，我之前做红烧肉太失败了，我受不了啊！谁能教我红烧肉的正确做法？我真的受不了。谢谢比鲁斯大人的3个玫瑰，谢谢。我也是那种一做饭就搞一上午，或者一做饭就搞一下午，或者一做饭搞一晚上那种人。以前给你们直播做过饭的嘛，你们也知道我做饭有多摸的。别人饭都吃完了，我还没开始吃。我以前早期直播的时候有给大家直播做过饭的，我就是看着教程做的呀。你以为看着教程什么菜都能做出来吗？这样的话岂不是人人都是大厨？什么没有不应该？反正我把红烧肉做成了那种摇不动的炭，懂吗？就是摇不动的炭，对，真就是摇不动的炭。网上卖烧肉红烧汁。主要是我当时学的那个做法不是我平时经常吃的，就是我家我不知道你们做的糖醋就是那个红烧肉是哪一种，因为红烧肉分很多种，就是我家做的红烧肉都是那种有点偏乱炖类型的。但是你知道那个像广东那边红烧肉的话，就是那种基本上只有红烧肉要收汁，要大火收汁之后变成干的那种带一点点的酱汁儿的那种红烧肉嘛，就跟我这边的不一样。然后我那个时候呢有个前男友，他就是广州那边的，他不太爱吃我们这边的这种红烧肉吧。然后呢我就想着说，那我试一下那个要收汁儿的红烧肉吧。然后我就做成了黑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是跟着教程做的，到底哪一步出了问题？我请问呢？深圳不能算广州吧？前男友深圳的，不是，我说真的，我真的是跟着步骤做的呀，到底哪一步有问题啊？我不明白。我做了2次，我的肉的钱都白花了，我肉的钱都白，谁跟你说炖肉都要收汁的？我家的红烧肉从来都不是收汁红烧肉，好吗？小峰老师涂了很多的唇膏的，不要在意我的嘴巴好吗？我嘴巴上的唇膏都可以流油了。再重申一遍，你看到别人嘴巴干，并不等于他没有涂唇膏，好吗？谢谢爱吃油灯派，谢谢就可点亮粉丝团。我真的不知道我哪一步出了问题。但是我也没有给他收的很干呀。总之就是它就变成那样了，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如果是我们这边吃红烧肉的做法，根本不需要收汁，就是根本不需要收那么干的汁，你懂吧？就是成功率会很高啊，成功率很高。因为我们这边的红烧肉，我都不说是我们这边了，我就说我们家吧，我们家的红烧肉都是就是那种红烧肉加豆角啊，然后加什么土豆啊，加一些啥的，然后加很多水，就是煮的有点，就是不会像就是不会像那边的那种红烧肉一样，就是它就是你知道深圳广东那边的，就是那种地方的红烧肉，就是那种他们爱吃的是那种甜口红烧肉，你懂吗？就是很甜的，收汁了之后一口下去很甜的那种啊。但是我们这边不是那种红烧肉，我们这边是有点
就是炖菜的那种，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们这边就是那种炖的那种炖，对，炖就很容易做成功啊。我后面做我家吃的那种红烧肉，我就没有失败过。我只有做他们那种，我就会失败。我不知道怎么弄。就是如果我做的是我家这种炖的红烧肉，我是不会失败的。虽然可能味道没有那么好哈，但是至少不会失败。但是如果我做那种收汁红烧肉，我是100%失败。感觉新房子好大，大吗？大吗？大吗？我没感觉，我觉得就那样吧。我只能说比我家小。哎，突然觉得我爸妈好厉害呀！我爸妈好厉害呀，他们居然能买那么大的房子。你看我自己贷款就只能搞个这样式的。我爸妈那个年代是怎么买得起那么大的房子的呀？疑惑。哦，我客厅是比较大了，因为装就装的是那种比较显客厅大的。我不是富婆呀。谁家？你爸妈不？你爸妈难道没有房子住吗？有房子住就是富婆呀。那我去流浪好了，好吧？大家都去流浪吧，笑死！你个49级的在这喊我富婆，这对吗？我也不是自己呀，家里面也要帮衬的，好吧？你考我自己的，做梦吧，贷点款就好啦，贷一贷都能解决的。谢谢苏晨，谢谢灯牌，走走走。对，我就是对，我觉得爸妈好神奇啊。因为我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的爸妈是怎么做到买车买房又把我们养那么大的呀？好厉害，真的很厉害，好吗？第一次见到不跳舞的你，哈哈哈哈，没有人，说不定让你失望了。不跳舞的我长这样。丢了一个贷款进去，好多人不都就是买的房子都亏了几十万吧？好多人都这样。我没有啊，我睡了1个小时。哦，还好吧，普通人家里哪能买得起几套呀？你就算买一套也很厉害呀。你都别说买一套了。能把我养那么大，我都觉得是个奇迹，好吗？养孩子那么花钱，他们怎么做到的？等到成都了，我要邀请敖老师去你家吃饭。你在成都有家吗，三哥？你要邀请敖老师去你家吃饭，就是你之后来成都租房子了之后，是吧？还好啊，这个房子不亏的。你得看，反正我这套不亏。该省省，该花花，年轻人就是没见过的一定要试试。我不是这种人啊，我不是没见过的都要试试这种人啊，我不是。以前养孩子花不了多少钱，谁说的？
得看你说的是哪个以前了。如果你说的是我这个以前的话，还是很花钱的。我爸妈在我身上花了多少钱，我自己是有逼数的哈。欢迎瑞平哥，谢谢瑞平哥的灯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以前，可能更早一点的话，但是你要这么想啊，虽然那个时候不怎么花钱，但是他们收入也低啊，对吧？反正养我不便宜的，虽然说我是一个很好养活的人，但是我爸妈养我确实也不便宜。亏了10W， 坚持住，10W 现在算亏的少的了，你坚持住啊，三哥。就是很花钱，就是很花钱。我家就我一个啊，我是独生女啊，我是独生女。所以反这种一进来就问你跳不跳舞，怎么没跳舞了这种。不对，不是最烦，是最烦之一。太幸福，独生女好。要是再生一个的话，我就要挑起家庭的重担了，我不要。啊，你全款买的，牛啊，三哥牛啊！你居然能全款买房。起猛了，看见小红直播了，我都直播了好久了。我要是不给你看，你能怎么地？肯定不习惯啊！我又不是白天直播的人，你们会习惯才有鬼。哎呀，怎么说呢？16年那会儿买房是真的赚死喽。16年那会儿在成都买房的话，超赚的，都能发家致富了。哎呀，但是我那个时候，咱就是说谁又能舍得下那个钱，那个时候买房呢？我说买不是卖。我说买，就是反正就是那段时间，之前吧，对，差不多吧。就是说，如果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样，反正成都那段时间要是买了的话，现在都可以当富二代了，操！难啊，难啊！反正成都房价也不便宜。哎呀，其实吧，每个地方都有那种，也是有那种便宜的，但是谁又能真的想去住那么便宜的话，你交通生活也不方便，不然的话，你想住便宜的还是有的，只不过就是要住很远了。但是那样的话，你的出行真的会很不方便。
大连好玩吗？大连好玩吗？秋天可以来，秋天，秋天，秋天，欢迎暴走的小弟啊，峰哥在呢。东北小三亚，那听起来挺不错的。上个月去的大连，哎呀，我不行了，好热啊，我受不了了，太热了。哦，好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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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的没边儿了。我去开空调了，我这得开了，太热了，不行了，再不开我要死了，我必须得有甲醛，散不了甲醛也无所谓了，我真得开空调了，没招了，家人们，我真得开空调了。哎呀，好久才过来啦！我哪儿呢？我马上身上，我看到房间从身体过，他那边应该也没得啥子。还有40分钟。哦，好。身体。还有40分钟回来。你住那边还远嗦？还行吧，不是很远，主要是他有其他的工作，他去搬东西去了，从他从他妈老汉儿那个从锦塘那边儿，金塘那边过来啊？他从锦塘那边儿就是要拉点东西过来。哦，刚才从去金塘，哎，现在又从金塘回来。开车过去，开车回来。哦，还有点远哦。是有点远。好像你们公公是北方人嘎？啊，山东的吗？甘肃。甘肃的啊？嗯。哦，是说，好像不是北方的口音。人家昨天打电话，他说明天就要做。哦，我说王师才打了电话给我，他说看到7点，明天日子好得很。这是算了一个日子，算了一个搬家的日子。啊。谢谢幸运的灯牌，哦吼，谢谢幸运，谢谢，学学。看你们在聊啥，刚去开空调去了。
没去看足球，感受大连足球氛围。哈哈，星星在哪？我已经开空调了。哎呀，不关窗的话，那个空调那多费电呢！我不要，我不要，我把窗关了。有点缝儿，我缝儿都没留。我走的时候再把它开开吧。大连的海鲜不便宜，质量好，吃的好吃。哎呀，好吃就行。唐山的海鲜也不错啊。哎呀，反正都比成都好。哎呀，海鲜都比成都好啊。我们四川可能就不看那些日子。小风低节，什么小风低节？开缝儿，无所谓，真无所谓。因为里面的那些房间是敞着的，我只是说把客厅的关了。对呀，所以说不管怎么说，肯定都比成都的好，比成都的海鲜好吃啊。哎呀，我待会儿就在楼下吃午饭了，但我现在还不饿啊，我吃什么？现在才10点啊，我要吃饭还得2小时。哎呀，我还买了包薯片，我觉得那包薯片我都不用吃了。我说真的，我觉得我根本不用吃薯片。四面环山，重庆才是真的四面环山吧？谢谢关注。你怎么进来就叫妈妈？你打娃打多了是吧？谢谢神天胖子的关注，谢谢关注。干锅焖手啊！我不会自己去做这种海鲜的呀，你别吧，我不会自己做海鲜的。小峰今天这么早？是的，我都已经播了好久啦，我今天6点半就起床啦。快夸我！我下午要回去补觉的。纠结一下待会儿吃吗？我不用纠结，我直接在楼下吃。我们楼下有15块钱的自助盒饭，就是有5、6、7、8个菜吧，就是给你摆着，然后你给他15块钱之后，你想吃什么自己打，然后可以无限续饭，对，还挺不错的。我哪里啊？成都噻，哪里？我的新家楼下。我说实话吼，我以后搬过来了，就算我不做饭，我天天下去吃那个15块钱的自助饭，我1个月都能省很多钱的，因为我现在花在吃上面的费用实在是太高了。成都好地方，之前在成华待了一段时间，成都待着还是挺舒服的。要出去干活吗？我在监工。对啊，无限续啊，就是包括菜都是无限续的，菜都是无限续，不是说白米饭给你无限续啊，就是所有的都是无限续啊，你只需要15块，美滋滋，美滋滋。原来是搬家了呀，恭喜！谢谢玉帝老师，我们15号搬家，玉帝老师。等搬家之后的第1场直播，我一定要庆祝一下，我一定要在直播间庆祝一下搬家啦！也不是第1场直播啊，毕竟我现在就在新家直播，但是就这样吧，在那之前我应该也会在新家直播好几次，但是就是说所有的真的就是真正安顿好之后，找一个好日子在直播间庆祝一下。什么？我服了，你服了？不是还在装修，在做清洁，不是装完了。但是呢，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装完了哈。
就是隔断柜呀，或者说是那种梳妆台呀，或者是还有那个洗手池，其实还没有弄，但是除此之外的其他地方都是弄了的，就是说已经是一个可以住人的状态了，虽然还少了一些小东西。四川热不热？热，四川怎么不热了？热啊！你这儿2荤1素的盒饭就15了，哇哦！谢谢青鸟的关注，谢谢青鸟关注。眼睛怎么肿了？没睡好噻。1天去1次，30天500够了，超级省钱，而且很好吃，你知道吗？那些娘娘做饭可好吃了。就是自助，不是等于自助，它就是自助饭呀，就是自助盒饭，就是给你。这边你们那儿没有吗？我们这边挺流行的吧，就是有一些地方不是什么地方都有哈，就是说我们这个小区楼下确实有，而且不止一家。然后他就是给你做8个菜吧，好像是有8个菜，然后你自己想吃什么就打什么，对，你自己舀，然后可以无限续，然后时不时的还有小水果可以吃，还有汤可以喝，就是美滋滋儿。我好像可以帮你搬家，怎么能麻烦你搬家呢？怎么能麻烦你帮我搬家呢？是的，这个直播和搬完家直播不一样。之前看你在天津欢乐谷跳舞，对，我之前是，但是现在不是哦。这房子多少米呀？140左右吧。金云，哈哈，沈阳挺多的，那就好。成都去了几次没看不到过，不是，你来成都旅游确实不太方便看到这种东西，因为你去旅游的地方，就是你专门去一个城市去那个城市旅游的地方，怎么可能会看到这么便宜的东西？开玩笑呢，这种东西你得自己去找，你才有。你专门做攻略，或者你真的就是来旅游，你去旅游的地方，你怎么会吃到这种东西呢？这么早就监工我都起不来，最近重感冒了，你要注意身体。好的，小七，那你多睡觉啊，感冒了就多睡觉，多睡觉，在家没事睡个几天。我也起不来，没办法。这2天在成都，周日回去。没事的，我们会找朋友帮忙的。打个排云掌，我不。凤姐，您是买房啊，不是租房啊？不是，对，买，对，这是正儿八经自己的房了，家人们。是老居民区里的吗？我这里也不是老居民区，就是。反正你得找，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挺随机的吧？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小区楼下就会有，就是挺随机的。我不好形容到底你能在哪儿看到，但是你可以去网上搜，你去什么小破站啊或者什么地方，你去那种视频网站上面搜那种很便宜的自助饭，你能搜到的。其实网上有很多安利的这种，如果你真的想尝一下的话，你可以去搜一下，然后呢你就。按照他那个地址找过去吃一下就可以。然后我都不，我是撞大运了，我都不知道有啊，就偶然发现这个房子这个小区外面有，就很不错。而且你们去学校。你们要是去学校也有那种便宜的，就有一些学校大学旁边也有那种便宜的饭，但是它不能让你续，但是它也是10多块钱一盒的盒饭，只不过是说不能让你一直续而已。但是对于大学生来说也是很不错啦。然后我们这就是那种地方，你去那种地方一定有，你是那种家居层。恭喜厉害了，恭喜！谢谢家人们的恭喜，谢谢！你们去家居城好吗？就是那种工人比较多的地方，一定会有人卖自助饭的，信我。
我们伟大的工人朋友们要靠这个饭活命啊！我有一次去那个家居城，就是去看家居还是什么的，然后它旁边就一定会有卖这种饭的，因为会有很多工人要吃，我也不敢说一定。反正我觉得应该大概率就是会有啊。什么温居是什么意思？谢谢阿欧的灯牌，欢迎阿欧，谢谢阿欧的灯牌，这个绝对信奉哈哈哈。欢迎老岳，谢谢老岳的灯牌，谢谢老岳，是个为你闪耀。快点搬家了，15号搬，等搬家了我会叫好多朋友来家里玩呢。对。我感觉我会直播的非常混乱，因为我一旦叫朋友来家里玩，我就必不可能直播，我肯定就跟他们玩去了，我就不会直播了，懂吗？哈哈，我就跟他们玩去了，而且一旦来我家玩的人，他们也不会直播了，都来我家玩了，直什么播？玩啊！欢迎我的是宝宝有闪光，欢迎宝宝，欢迎，还给我点那么多赞呢，谢谢你。谢谢用户4183的关注，谢谢你们的灯牌，欢迎老风，欢迎老岳，欢迎。可以教你吗？你啥时候来成都啊？你来了我肯定教你啊！你来呀！我在成都的几天经常去福琴夜啊，福琴夜市是哪里啊？我怎么没听说？啥时候回天津啊？我不知道，主要是我本身就是重庆人，我是这边的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什么时候有机会再去。这几天被折腾屁了，你咋了啊？你咋了？有很多美女吗？那肯定很多美女啊，什么小影啊。哎，不对不起，说错了，小粉不是小影，对不起，说错了，失策了，哈哈，什么小粉啊，酱姐啊，什么妍姐啊，珍珍啊，我肯定都要叫的，哈哈哈哈哈哈。但是他们不在同一批，我会叫好几批人来，因为我会自我组搭朋友，你懂吗？我会组，就是这个跟这个认识，但这个跟那个不认识，反正我会组来组去的，他们不一定会撞到一起。对呀，玩的话谁还有心思直播呢？感冒了没躲过去？怎么大家最近都感冒啊？我前不久不也发烧了吗？我直播间刚刚有个姐妹儿也感冒，怎么大家都感冒？美女小峰不就是吗？就是啊，我不就是吗？我就是喜欢男娘，但我不是男娘。你找个男娘做朋友噻，这样的话你时不时的都能看到他，心情都舒畅了。有帅哥吗？有啊，当然有帅哥了，开玩笑的，肯定有帅哥。差点没认出来是你，因为我没有化妆，所以你可能认不出来。而且我们肯定，而且来我家肯定都是会喝高低，得喝点儿。都来我家了，谁敢不喝？谁敢不喝我家？什么叫你嘛？你来呀！你倒是来呀！你快订机票好吧？我已经躺2天了，今天能下楼自己买饭了。我前不久发烧也是一躺了3天，哦，真的，我到现在嗓子都没有完全好，就是生了那种就是嗓子痛的感冒之后，就是如果不是嗓子痛的感冒都还好，就是那种咽炎的感冒之后，就是就算你好了，但是你的嗓子都会一直很痛，也不是一直很痛，就是感觉你嗓子好不了了。有一种给嗓子留了后遗症的感觉。
这是你家几平方？好大。呈现出来的视角问题，我家不大，而且我家只是说布局显得大而已。就是你想显得你家大的话，你装修的时候，你不要装的那么那个嘛，就是你是可以装的显得你家大的，懂吗？欢迎白白，什么确定呗？发微直播来，二货哟，白总，二货哟，来我家呀，二货哟，我二货嘛。估计有不喝的，肯定有不喝的，但是没关系，只要一个局里面能有一个跟我喝的那就 OK 了，懂吗？你总不能一个都没有吧？小峰酒量如何？喜欢什么酒？我酒量一般，我喜欢喝小甜酒，我喜欢喝精酿，我喜欢喝那种甜的，就是好喝的。对，我就喜欢喝好喝的甜的，对。还有那种就是自己兑的酒，比如说你买一个果粒方，然后再买一堆饮料兑着喝，也很不错啊。叫你就在这边。什么？你估计小峰家有？我没有120平方，你乱讲，没有。估计3室2厅2卫啊？哪里来的2厅？这不是1厅吗？3室1厅1卫好吗？哪来的2厅？哪来的2厅？只是说我的吃饭的地方和我的客厅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是一个。小峰不是有钱人哈，只要你肯贷款，你什么样的房子买不了呢？我下个月，那你来再说，白总，你来再说好吧？喜欢什么牌子的酒？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喜不喜欢的牌子啊，它就好喝就行了。小峰教你一招，只要你肯贷款，什么样的房子买不起？欢迎怀特叔叔小欢迎怀特叔叔，居然在直播室的，是的，在直播。男娘朋友啊，我有男娘朋友啊，人家又不认识你。小布这换地方了吗？对，之后要换地方。欢迎七宝，你估计，那你真是太高看我了，朋友。我他妈，我哪有那么多钱贷款啊？还不止一套房，你让我使行不行？今天怎么白天开播了？因为我6点半就起床了，然后我要去监工嘛，就顺便开个播。我真的要抠脑壳了。对，餐厅客厅一起。对，谢谢大魔镜，背着他走的。谢谢七宝，谢谢七宝的大魔镜。哎呀，谢谢宝的大魔镜呀。等凉快了来找我。好。我喜欢喝什么？你喜欢喝啤酒啊？我不喜欢喝纯的那种啤酒，我不喜欢。我就喜欢喝小甜水儿，我就喜欢喝小甜水。那咋了？我就喜欢喝小甜水。我估计你们当中第一个来我家的应该会是唐主任吧。你们第一个来我家的绝对是唐主任。你666是吧？你有你和唐主任一起啊？那我再猜一下吧，没准都不止你和唐主任一起了，指不定还有你，还有二哥，还有伊文老师呢，指不定还有，指不定芹菜老师呢，是不是？指不定三通老师呢，我不好说哈，大家懂的都懂哈。什么？要不大家一起？小颖，你确定你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吗？因为我们有时候私下在想说，就是感觉你好像有点看不出来，但是我们又不好直接跟你讲，因为你知道这种有些东西直接讲又不是但是
对，我们在想说啊，你看不出来，你打什么3个句号？我们是真觉得你没看出来。你是呆的。我有时跟唐主任说，他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看不出来。我说，感觉像不知道。给小颖整不会了。没事儿，没事儿，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啦。哎呀，我说实话，能跟粉丝处成这种关系的博主也是很少见了，好吗？珍惜吧，珍惜我们之间的缘分，可以吗 ？OK， 多有缘分，哪个博主能和粉丝的缘分能到如此地步？可能我不能说也就我吧，但是确实挺少见的，好吧？挺少见的。谢谢冰灯牌，太少见了，好吧？今天怎么这个时候播？因为说来话长了，你别管，总之我播了。欢迎江南啊，不，欢迎南江。我还没班呢，我15号班的呀，15号班。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大家问了我一天了，进来一个不知道的就要问我，我这说累了，所以我就说别管，反正我就播了。就我刚开始播的时候，我还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播了，但是问的太多了，我就不想解释了啊，理解一下，累了，你就别管，反正我播了。长得越来越像那个小奶爹呢啊？哪个小奶爹？哦哦哦！我估计我现在应该在以丰街为中心，20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这么近呢？这么近啊？这么近？卡尔在租的房子里面啊，搬了家之后才会把他接过来。搬了家之后才会把他接过来。欢迎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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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家里 WiFi 坏了，没有网真的很难受了。就我现在也没网啊，还没牵网过来呢，所以我现在在用流量给你们直播，没有网的。哎呀，我开始稍微有一点点饿了呢。但是我打算还是不要吃薯片，为什么呢？因为我待会儿一定会去楼下吃那个自助饭的。我要是吃了薯片过去，我不是很亏。虽然我本身吃饭也吃不了几口哈，但是它毕竟都是自助的了，对吧？真的不知道以及看不出来，呆得很。哈哈，呆呆小影，可爱可爱，甚是可爱，快宅快宅。你现在在春熙路附近？你在？哎呀，春熙路好啊，春熙路。薯片不让点，可是吃着吃着，我可能就给我吃饱了。春熙路是美女比较多了，确实是了。太古里美女会更多一点。
欢迎无聊的小孩。什么熊熊？什么熊熊？哦，你说那个熊熊啊？呵呵，他说的不是熊猫，他说的绝对不是熊猫，他说的是那个熊，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 gay 的那个熊哈。没有那么多，其实你在路上看不到的，基本上很少哈，偶尔看到一个吧，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就是说实话，虽然这边大家都那么说，但是你在路上很难，其实真没那么容易能看到他们。而且有的人你看到了你也分辨不出来。听说四川出美女，哎呀，每一个城市都有美女的啦，主要是四川这边网红多，网红城市啊，那美女当然会多一点了。我情商很低，你啊，我没感觉你情商很低。我操！谢谢南疆的跑车，大气啊，老板，大气，感谢，我们一起感谢南疆好吗？我们一起谢谢老板好吗，家人们？谢谢，什么糊涂啊，老板？信不信我禁你言？谢谢老板，谢谢老板的跑车，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老板，谢谢你。属于中等偏下，我感觉还行吧，我感觉小颖情商还行啊。我碰到好多不会讲话和那种乱七八糟的人，那可不是你这样的。我觉得你挺正常的呀。什么？昨天优童也说这是对成都误解最深的。真的就是，虽然这边事多，但是并不是像传言那样说，就是来了就会怎么样，或者就是你在路上会见到很多，真的不是这样的。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什么？这就申请未成年退款？不行啊，不可以啊！你要真是未成年的话，你不要送啊！你要真是未成年的话，我不允许，不允许你送。然后我们单位有一个情商下啊，我碰到过很多情商比较低的，我真的觉得你很正常啊，小颖，你还好吧？我觉得其实峰姐的情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其实我自己的情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哈哈哈。欢迎他真的直播的朋友，路上可以说对，路上真的几乎碰不到。是包容性强啦，什么都有。去过一趟太古里，感觉自己是抽 YD 的，为什么？你不要这么想啊！欢迎刘大飞，可能我比较克制。家人们，灯牌灰了的宝宝可以续一下灯牌哦，可以续灯牌哦。哪里的人穿的太时尚了？也有很多不时尚的好吗？比如你峰姐去太古里，一般都穿的很邋遢。可是那又怎样呢？你太古里的人穿的时尚是因为他们专门穿到那里去晃悠的，他就是故意的，你懂吗？你往太古里旁边的春熙路走一走都没有那么多时尚的人了，然后你再往春熙路旁边走一走可能都还好。什么行云已久而至今没敢去成都，你来成都耍嘛，你耍一下怎么了嘛？成都你来耍一下嘛。去成都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勾勾一购，
因为他们在那儿有活动，对吧？不是，你多换这个地方去嘛？你怎么只去勾勾一购啊？勾勾一购有什么好玩的？除了他们有活动的话，哪儿又不好玩？你去勾勾一购干什么？你还不如去纯 K 唱歌呢，你还不如去纯 K。但是你长得好看，穿的邋遢无所谓。谢谢你夸我，首先谢谢你夸我，其次我邋遢的时候，我现在这样都已经不能算是很邋遢了，好吗？虽然我现在没有化妆，我更邋遢的时候是头发都很油，然后的那种，会更邋遢一点。你怕被人耍了？你是个成年人啊，你没有判断能力吗？你还怕被人耍了你谨慎一点嘛。洗澡去了，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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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邋遢，这是居家风。好，居家风好啊好啊，居家风好，居家风它好啊，居家风它喵啊喵啊喵啊，居家风。还你不均匀，我要是不呢？我有点想吃薯片了，家人们，你们说我是吃还是不吃呢？我感觉这个清洁有点做不完，因为还没有做到客厅来，我感觉一时半会儿做不完呀。吃，先吃，吃大饱的，吃不吃饱了怎么减？咋的？头发搞绿色了？那掉色不就掉成绿色吗？蓝色掉色就掉成绿色了呀。蓝色掉色就掉成绿色了呀。主要我怕吃了之后，这样吧，我们浅吃一下，好吧？毕竟我吃饭还可以再隔一会儿嘛，我现在可以先浅吃2口，好吧？浅吃2口，好吧？当当当当，让我们一起来吃乐事精灵味薯片吧！谁跟你说乐事热量不高？哦，配方升级，看到没有？配方升级减50%饱和脂肪，升级了。能量每30克。678千焦就是162千卡，然后它有135克，那就是说等于是乘以4，就是说这一整包吃下去有14的4 4 624 648。行，那写好证好。648。那还得查字，写好证，可以查字。对。要帮忙吗？都要。你把这东西全部收到那。这样。把这两个是清空。把这上面的水和这个东西清空。清空擦一下，擦一下。好的。好了，家人们，我不用吃薯片了，我被下发任务了，吃不了薯片了，吃个屁不吃，不吃薯片啦，我被下发任务了。什么不均匀不想吃，粉丝要求吃的，是你们让我吃的，我不承认啊，我不承认啊！哎呦，我这样。不晓得他们好。算了，肾不高算了，肾不高就这样吧。我今天还是能干。下发任务了，让我清理一下东西，那我不得清理一下吗？不
不然他们待会儿上来发现我没清理，多麻烦啊！我一晓得我这个人一般。房子好漂亮，谢谢谢谢 UD， 谢谢夸夸。哎呦哎呦！我就脖子走了，我懒得给忙个懒。好的。是的，是的，新房，是的，是的。小峰给指挥做事。恼火的很，你撞了吗？什么人敢指挥我呢？那么显而易见，什么人能指挥我干事？当然是家长喽，那不然还能是谁呢？只有家长可以指挥你峰姐干事，好吗？哦，只有家长和甲方可以指挥干事。一大早看见小峰的3室1厅，这叫一大早吗？10点40了。土都买他妈饭去了，管他妈的。继续坐沙发上，看看会不会挨巴掌。会的，会的，一定会的。表面不说，心里也要给我记上一笔。会的，会的，我们要做懂事的人，好吗？动起来，动起来！不，下发任务了，怎么能不动起来呢？待会儿给我2巴掌。安全各方面各自注意不到，因为我还有话要跟他。小心，待会儿峰姐挨2巴掌。我是噻，我坐2强头，因为我挺多块。我可不想挨2巴掌。给他们一扯，防火虎骑着车啊往中间跑，周九就跟到追。我还打算自己把自己的人碰到了，我日本人，说也不好说，赔，也不好嘛，不好。买几盆绿植在家里。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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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谢谢泡芙点亮粉丝团，谢谢泡芙的灯牌，谢谢，谢谢。哎呀，以后在家里拍视频可方便了，家人们，随处都是可以拍的景，爽死！要想骑快，自己人身安全都不晓得，你要骑啥子车？不骑车了。是的，今天是迫不得已，顺便早上开了个播。哇塞！我给了3块钱。这是啥呀？现在就是把空调推上对的，那这种啊。我下播了，家人们，拜拜！我得先下播了，谢谢好好的小星星，拜拜哟，拜拜，拜拜。就打电话给我。啊。什么？脑子突然有种小风在前面跳，后面家长一巴掌抽飞。房间3个房间马上出来。MP 拜拜 ，Divo 拜拜，3个拜拜，鱼子酱拜拜 ，UD 拜拜，小青拜拜，泡芙拜拜。那个名字我不太会念啊，别拜拜。你不要去踩了。一级帝国拜拜啊！所有人拜拜啊！所有人拜拜，所有人拜拜！我。然后你过来看一下这个。